很高兴在春节连假过后没多久，我们又齐聚在这里，共同讨论国家的健康政策。首先跟各位拜个晚年，祝大家平安健康、阖家幸福美满。我也要感谢卫福部透过及早因应患者分流、扩充量能、强化区域联防等4大策略，大幅缓解春节期间民众急诊就诊的需求。并感谢坚守第一线的全国医师人员，让国人在春节期间依然享有稳定的医疗服务，这正是医疗韧性的具体表现。今天的会议，我们将深入讨论攸关全社会防卫韧性的关键议题，也就是国家药物韧性准备计划。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剧烈变化、经贸秩序重整，加上气候变迁与疫情的挑战，全球医药供应链正面临单一化与集中化的脆弱风险。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都纷纷将药品供应稳定议题提升到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高度，积极推动关键药物的回流生产与战略储备。尤其台湾的药品与医材高度仰赖进口，部分品项甚至受制于境外敌对势力。加上国际大药厂基于运输、产业策略和市场规模的考量，都让台湾的药物供应稳定面临重大挑战。因此，我特别指示行政院邀集卫福部等相关部会，共同规划为期4年的国家药物韧性准备计划。政府将投入240亿元预算，以国产国用、智慧调控、国际联盟3个重点，从源头产制到临床使用，全面建构台湾的药物供应防线。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聚焦3项核心策略：第一，自给自足，强化在地供给韧性。我们要推动至少50项关键药物的国产自制，透过政策补助、市场引导以及健保给付鼓励，带动原料药国造化与生物药自主化，建立关键药物供应国家队，确保关键药物供应韧性。特别是在紧急状况下，台湾能够保有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量能。第二，智慧科技完善监测调度。我们将成立国家级药物智慧物流与储备中心，导入智慧化监控系统，来对药品供应有精准的预警，并完善横向与垂直的调度机制。第三，提升产业动能，带动造园经济。这不只是守护健康、确保国家安全的计划，更是推动生医产业升级的契机。我们要让台湾成为全球生医药品、医材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伙伴，将药物韧性的提升转化为领航健康台湾的产业动能。国家的韧性必须从各个层面共同累积，药物韧性是全社会防卫韧性的重要一环，更是落实健康台湾愿景的关键后盾，气需政府与民间齐心协力共同推动。我很乐见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的运作，持续落实跨领域、跨专业的整合。在今年初，卫福部与环境部的合作之下，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和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首度召开联席会议，让健康议题正式纳入国家气候治理的核心。今天的议题则是积极参与全社会防卫韧性的合作与行动。我要感谢首次与会的环境部、经济部、财政部与核安会，以及卫福部团队的筹备，还有各位顾问委员的共同参与，让我们携手合作，为增进国人健康、提升生医产业韧性继续努力，一起打造健康、安全又有高度韧性的台湾。谢谢大家，谢谢。